灵动视效是猫酱推出的 MC 官方光影，宣传片一出就让玩家们对它的期待直接拉满，连猫酱的开发者都直呼这才是他们眼中 MC 的真正样子。但是玩家们真正体验到的是卡顿、过曝、加载失败。面对质疑，官方则表示灵动视效会在未来一直的更新改善下去。那它到底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呢？欢迎收看本期最佳阵容，我们正片开始。相信每个亲身体验过灵动视效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玩意儿在移动端简直就是一场灾难。除去那些性能最好的平板和手机，如果你的配置一般，使用物品卡一下，走路再卡一下什么的，完全就是常态，并且设备的发烫程度也非比寻常。而电脑端的情况要相对好一些，有了硬件的支撑，玩家们可以将它的画面提高，同时保持帧数的流畅。但这在任何平台都仅限于新创建的世界，不然你猜为什么猫酱的开发者都推荐你在打开这玩意儿之后重新创一个世界？就是因为玩家们的老存档有着大量的建筑、生物、实体箱子，更多的世界加载，这些都会给你的游戏帧率造成严重的冲击。只要你是挑战过末影龙拿到了鞘翅的玩家就知道，在自己的老存档里飞鞘翅是一种多么煎熬的体验。但可能也有人认为，不管是电脑端还是手机端，造成卡顿的根本原因还是硬件的设备实力不够。抱着这个疑问，我也在网上进行了相关搜索，最后发现，所以我想说，高端显卡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作为一个在全平台都登录的功能，猫酱官方应该去更加努力地优化它的适配度，而不是让玩家们被迫妥协掉自己的画面美观度，而换取帧率，或者直接关掉，不然这就背离了它用来美化 MC 画面和开发者希望玩家们不要关掉它的愿景和初衷。这个问题对于灵动视效来说更是重中之重。猫酱对这个功能的画面调教明显出了大问题，很多时候玩一会儿就会导致眼睛疼痛，调整画面亮度就好像调整洗澡热水器一样难，不然等待着你的就只有过曝或过暗。而一开始的时候，亮度设置甚至会一直错误地引导你调低。好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被修复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存档还是因为这个功能而彻底的搬家了。因为色调的增加彻底改变了我们曾经随便建家的逻辑。我们原本的房子地处在热带草原、沙漠、鄂地这几个热带群系交汇的地方，但由于色调的出现，我们这里将永远保持一种暖黄暖绿的阴间色调，连地下室都不知为何成了这副鸟样。原本这是一个非常能提升氛围感的功能，沼泽、苍白花园的群系氛围素材都很优秀，但是这却严重影响了玩家们的体验。就好像为什么吃鸡的雪地地图一开始会从 1.0 变成没有雪的 2.0， 还是因为屏幕太白导致玩家们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而 MC 的寒带区域也有着相同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导致玩家们丧失了在不同群系建家的选择权。接下来猫酱最应该做的就是持续的优化它的画面表现。既然要做，那就把它做好，不要一边大肆宣传的同时，一边又让玩家们感受到它的质量依然是一团糟。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次体验灵动视效的时候，我说咱们去苍白花园逛逛吧，那里氛围老好了。但是玩的过程中，朋友一直跟我讲，他说为啥天上有个蓝色荷包蛋？我说啥蓝色荷包蛋？他发了这么一张图给我，然后我就专门问他，我说为啥会这样呀？他说好像是因为电脑太旧了，带不动。哎呀，那我想这很有可能就是官方光影带给我们许多玩家最真实的体验。在我翻找素材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另一个视频，我觉得这才是属于他的真正巅峰之作，请看 VCR。我也想了解更多人对他的看法，也问了一些正在玩 MC 的人。
我问你感觉怎么样？别人说啥感觉怎么样？我就说光影啊，你不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就说你直接在设置里打开就行。最后他说咋灰的？打不开呀。除了自家的性能，众多 bug 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游玩的体验。就例如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出水入水的效果，至今仍未修复。说好的一直更新下去呢？明明更新到群棋纷争版本时，关于它的更新日志就停止了，仿佛开发团队已经认为它到了一个合格的状态，这太离谱了。他们在2026年的第一次更新里又开始更新了，这真的太奇怪了。虽然更新终究是好的，但是时装到正式服怎么也得3月份了。希望下次更新的时候，我们能等到一个更好的灵动视效。感谢您收看本期最佳阵容，您的点赞和关注是对我莫大的肯定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